自从我们来到龙目岛的库塔海滩以后呢，已经过去2天时间了。那么前面2天呢，我们一直在库塔镇的周边以及库塔镇西边的那些海滩进行探索。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往库塔镇的东边进行探索。那么众所周知呢，东边的那些景点跟风景呢，更加的原始，更加的野性，也更加的难以到达。和西边的那些海滩区域的那些直直的这些马路的水泥路相比呢，来到东边的那些海边的丘陵和海边的山崖的那些地区呢，就需要你有一定的越野技巧。不管你是驾驶摩托车，还是开汽车，还是徒步呢，都要注意安全。按照我个人的探索习惯呢，我还是离库塔镇，按照从远到近的这个顺序来进行探索。那么首先最远的这个点呢，叫做 Gua Kota Lombok， 这个地方呢，在网络上呢被通俗的称之为悬崖海洋之窗。首先呢，这个地方非常的小众，它不能称之为一个景点，因为知道它的人并不多，也没有当地的这种旅游部门进行维护，它纯粹是一个野生的一个地方。那么其次呢，到达这个地方的路途呢非常的遥远，路况也非常糟糕，甚至可以说是用艰难来形容也不以为过。首先呢，你先要到达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路边呢就由水泥路呢变成了那种越野的泥路。那么当越野泥路往山里再行进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呢，你会发现前面就有一座非常高耸的、坡度非常陡的一座山坡。那么这个山坡呢，你就不可能再用交通工具上去了，必须你徒步前进。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山坡呢也不是非常的高，或者说也不是非常的凶险。但是呢，我当时呢没有带任何的这种登山设备，还穿着拖鞋，所以说呢，攀登的过程呢又惊险又刺激，同时呢又非常的累啊。何况当时的这个太阳也是非常大的。感觉在攀登的过程中，整个人都快被烤干了。同时呢，也友情提醒啊，因为山脊上的这个风呢是非常的猛烈，然后地面上的沙石路面呢又非常的滑，大家在这个山脊上攀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当心不要滑下去。龙目岛的秘境啊，就是这个地方，海洋之窗。原来这个所谓的悬崖海洋之窗呢，是龙目岛海边的一座高山，山顶上的一块巨大岩石上呢，人工开凿出来的一个石头房间。这整一个石头房间呢，呈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长方体的形状，所以呢，面向海洋的这一边呢，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海洋之窗，可以欣赏非常惊艳的海景了。那么当年开凿这个房间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那么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里边告诉我。探访完海洋之窗之后呢，我们也别急着回去，下到山坡底下，我们驾上摩托车呢，继续往海边的方向走。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一片非常开阔、非常壮观、非常美丽的海边的悬崖了。既然来到了这么空旷、风景又这么奇特的海边悬崖呢，我当然要发挥我的传统异能了啊！我们拿出无人机，把这个区域呢进行一个小小的航拍，让大家充分的了解这个龙目岛靠近海边的这个区域，它的地形是如何。和普通海岛海边只有平地和沙滩不一样的，龙目岛越靠近海边的区域呢，越是会有许多高耸的、陡峭的，看上去非常险峻的这种山脉。
那么这些山脉呢，它的高度呢并不是非常高，但是呢地形呢却非常的嶙峋跟奇特，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些山脉进行徒步啊、进行攀登的过程中呢，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么它的道路没有像那些传统的景区一样有修缮好的那种台阶和栏杆，它有的只有那种原始的3道和0道。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 ，hiking on your own risk， 一切风险呢都要靠自己来承担，注意安全哦。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do? You ease my heart with gladness. You take me all my sadness. Ease my trouble, that's what you do. 那么离开了神秘美丽的悬崖海洋之窗以后呢，时间呢已经接近下午4、5点了。这时候呢去看落日呢是最合适的时间。那么说到看落日呢，就有一个地方呢非去不可，这个地方叫做 Pantai Siga Kuta Lombok。那么在导航软件上呢 ，Pantai Siga Kuta Lombok 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你要精准的定位到进来的入口的话呢，我建议你导Mandalika Princess Statue，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曼达利卡公主雕像。那么这个雕像呢就树立在这个景区的入口处，你导到这个雕像下面呢，就可以找到进来的路了。当你进入到这个区域以后呢，你就可以找一块开阔的高耸的山坡，爬到山顶上呢去欣赏龙目岛华丽的落日了。下面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觉得整个库塔海滩东边区域最值得一去，同时呢，也是风景最美丽、最惊艳的那个景点。那么这个景点呢，你可以导航到一个叫做 Bukit Merashi 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 Bukit Merashi 呢，只不过是这个山脉的名称。如果说你不想爬山，只想到周边的沙滩上去逛一逛的话，你可以导航到 Tanjung An Beach。也就是这片沙滩的这个名称。所以说听我这么描述，大家就可以理解这块区域呢是由沙滩和沙滩周边的高耸的山脉组成的一个景点。那么大家不难发现，在库塔海滩东边那些区域的景色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谓的山与海的结合。它既拥有碧蓝的、温柔的、广袤无垠的大海，那又拥有高耸的、险峻的，甚至有一点凶险的那种山峰。它既可以满足小清新游客在海边发呆、度假、游泳、潜水的要求，又可以满足像我这样的硬核玩家喜欢去徒步、登山、去追逐刺激的风景的需求。所以这个区域我觉得真是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样性。我现在拍摄视频所处的位置呢，就是 Bukit Merashi， 就是这个山的山顶上。那么可以看到，在山脚下的那片沙滩呢，就是 Tanjung An Beach。那么整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海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半圆形的海湾呢，首先第一，它的水是非常的清的；第二呢，它这个水呢又是非常的浅。同时呢，它因为在一个大的海湾中呢，这个风浪呢又是非常平静的。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海本身的颜色非常的碧蓝，同时呢，我们又可以看到海底的那种珊瑚礁，然后呢，整个海面呢有波平如镜的这种奇特的景象。在全世界各地各种海景呢，我其实已经看了非常多了，但是像龙目岛库塔海滩东边区域这种山与海交相辉映的这种奇特的令人叫绝的海景呢，我应该说还是第一次欣赏到。那么给大家总结一下库塔海滩东边区域，你要想去玩的话，想玩的尽兴呢，有几样东西呢，或者有几样因素呢，你必须得有。第一呢，得有时间，这个地方呢需要你花时间呢去慢慢深入体会。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得有体能、有精力。
这个区域攀登啊、徒步啊都是非常消耗体能的。第三的话呢，是最好有一个车，你可以去租一辆摩托车或者租一辆汽车进行自驾，因为很多地方的公共交通呢都是到不了的，何况龙目岛上其实也根本没有什么公共交通。第四个呢，就是除了有胆子之外呢，也必须要小心，注意安全，这是我在前面视频里呢也反复强调的。Fancy dinner, fancy restaurant。那么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呢就到达我们龙目岛之行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在这最后一个晚上呢，我们决定奢侈一把，入住了库塔海滩旁边的波尔曼龙目岛酒店。那么众所周知呢，波尔曼是一个全世界连锁的5星级的一个豪华酒店。那么相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5星级酒店呢，库塔海滩的这个波尔曼呢，其实价格呢并不是很贵。一个晚上的房价呢，也就是500多人民币，不到600而已。那么同时，我要非常推荐波尔曼酒店他们自家的一个餐厅，这个餐厅的名字呢也非常奇特，发音呢就是 R，英文拼写呢是 AER，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餐馆的名字取叫 R，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也麻烦在评论里告诉我们一下。那不管它的名字奇不奇特，这个餐厅的料理是非常的出众，非常的值得一试的。虽然它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就我们人均人民币差不多300多的价格，可以尝到非常奢华、非常惊艳的那种分子料理。我觉得至少你在发达国家，包括在中国，你是体会不到的。我们用完晚餐以后呢，靠在酒店的露台上，看着龙目岛最后一个夜晚的夜幕降临，那么我们整个旅行也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登上飞机，再次回到了我们亲爱的槟城。谢谢大家关注我的系列，我们下回再见。